在人的一生之中，婚姻是一件大事，这件事可以大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决定人的生死受夭。然而，婚姻也偏偏是变数很多、很难圆满的事。年轻的时候稍不留意，几年就过去了，一转眼就到了剩男剩女的年龄了。你也很难说是什么原因，反正稀里糊涂之中，这婚到现在也没得结。当今社会围绕着婚姻已经出现了催婚、逼婚、不婚等一系列社会现象，这是现代社会出了问题吗？也许不是，因为在古代晚婚的问题也很多。比如本号关注的两位译家，一位是西汉经房，他到了33岁时还没结婚，这是2000年前的例子；另外一位是北宋邵雍，他到45岁时才结婚，这是1000年前的例子。而100多年前，晚清钱振伦就在《嫁女论》里指出了当时富家女晚婚难嫁的现象。可见，即便是没有今天广泛诟病的高价彩礼、买房买车等问题，自古以来，婚姻始终是人生的头等难事。女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结婚，对一个男人的要求，人们已经足够重视。但是，一个男人该选什么样的女人结婚，对女人该有什么要求呢？一般人的要求是泛泛而谈，比如孝顺父母、能生孩子、长得漂亮等等。难道女人在婚姻家庭中仅仅是一个生育机器、一个生活仆人、一个花瓶吗？其实，在有智慧的男人眼里，女人绝不是这些。将错就错婚姻中的女人可以给男人带来什么影响，一言难尽。现在我们不妨跳出今天的身份，通过钱振伦的这篇《嫁女论》，以一个100年前晚清时的男人视角，来看看令当时人们焦虑的女人都会有哪些问题。常读白香山乐府，有曰：富家女易嫁，嫁早轻其夫。斯言也，岂及禁忌所谓先时而婚，任情而动着乎？以观今日，殆又不然。夫徐氏九重之贵也，地岁于完银；尼山六艺之宗也，则才于累谢。自聘机司令，试读成风，评量货值之书，推测相人之术，东石西溯，务科合于全才。五角六章，苦难成于良对。标眉霁月，驾幸无期。蹉跎盛年，半为计时。人有鲜卑蒙楚，燕瑶羁离。促弦民起孤谈，吹旧结其五府。夫岂非寒灵之共痛，构狱之极艰乎？乃有穷归抚弃，续交之意云兴，心岁未寒，知科之声响达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且先笑者，后豪之兆也；前恭者，后惧之端也。会年之暮，则急缓其婚期；此时之际，则反苦其宜节。为之女者，尽惯于事娱，练习于食物，岂复有所谓礼宗之事、女戒之行哉？恶虎出林，为公博士，晚年通济，不恤道行。是故构遂起于听为，则己肘之信作；积度加于婢妾，则鸠木之遗衰。然则诗人寄慨于枝间，孝子伤心于衣序，不亦异乎？礼曰：女子20而嫁，有故23年而嫁。越王之令，女子17不嫁，罪其父母，岂好为事利尽哉？凡以顺人情而为之献也。